如果有一天你走在路上，突然有10个人同时冲过来拉住你的衣角说，我听说神与你同在，带我走。你第一反应会是什么？ A. 哇，我红了。 B. 救命啊，这是抢劫吗？ C. 天啊，这是撒迦利亚的预言成真吗？是不是有点悬疑？这就是撒迦利亚书第8章18到23节的高潮。场景一开始，神又透过先知撒迦利亚发声说，4月、5月、7月、10月的禁食要变为由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。大家听到应该是满头问号，禁食变派对，这是不是搞错了？我们平常禁食是什么感觉？2到5仗在开演唱会，手机一直弹美食广告，最后只能抱着水杯假装自己吃饱。结果神说，以后这些日子要变成喜乐的宴席。哇，这就像公司每年尾牙从省吃俭用的火锅升级成5星级buffet，而且是永久制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要把哀哭翻转成喜乐。他在说，你们过去的痛苦不是白费，将来要变成庆典的理由。接着话锋一转，重点来了。神透过先知说，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耶路撒冷，甚至还说，必有10个人从列国诸族中拉住一个犹太人的衣襟说，我们要与你们同去，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。各位，这画面太经典，想象一下，你穿着一件普通 T 恤，结果10个外国人冲过来抓着你说，拜托，我要跟你走，因为我听说你这里有神的 WiFi 热点。你整个人一定吓坏我只是走去买盐酥鸡，怎么突然变成全球朝圣中心？这段经文有2个超大的亮点。一，禁食变喜乐。神不是要我们一直停留在过去的伤痛，而是要把伤口翻转成见证。就像一个曾经破产的人，后来被神翻转，变成理财导师，教人怎么过上自由生活。你的痛苦不会白白浪费。2，外邦人拉住犹太人的衣襟，这代表一件很酷的事，神的同在会成为很强的吸引力，不是因为你口才多厉害，也不是因为你很会包装，而是人看见你生命中有神，就会自动想靠近你。就像看到一间餐厅门口排队排到马路上，你一定也会忍不住想问，到底卖什么？把这段经文放到今天，大概是这样。有一天你去公司上班，同事突然说，我听说你最近祷告很灵耶，可以带我去你的小组吗？你去健身房运动，旁边有人跑步跑一半，突然拉着你说，拜托，我要跟你一起去教会。甚至更夸张，你在夜市买鸡排，老板递鸡排时，眼神坚定地说，带我去认识你信的神。听起来很搞笑，但这就是经文的图画，神的同在成为人心最大的吸引力。但是这荣耀不是自动降临，而是跟前文呼应。神提醒百姓要爱诚实与和平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的生命里只有宗教仪式，没有诚实，没有和平，人就算看到你，也只会觉得，这人有点 gay 白。真正吸引人的，不是你口袋里有什么小册子，而是你活出来的生命。撒迦利亚书8章18到23节给我们一个超震撼的图画，哀哭的日子会翻转成喜乐的日子，神的同在会成为最强的吸引力，外邦人会因着神与你同在而主动想跟随。这不只是古代的预言，也是今天的挑战。你愿不愿意活出一个让人想拉住你衣角的生命？